大家好，今天呢，我很开心呢，我们来到那个厦门啊，我专门找了我们火星马戏团的团长小丁老师。Hello， 小丁老师呢，我们一直在这个群里也认识了很久了，然后呢，他也是从事这个关于摄影和图书文化方面的这个影像的这个传播啊。那首先呢，我想请那个我们团长给大家。对不熟悉和不了解我们马戏团的观众，稍微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名字是叫火星马戏团，就是首先我会觉得马戏团它是一个那种文化的一个集合中心，因为我小时候在那种城镇里面，就是唯一看一些娱乐的活动啊，一些节目就是马戏团游荡到我们这边了啊。然后我就一直觉得，马戏团它就是一个各种文化，包括杂技、演出各种的这种一个聚集。在我想做一个这种文化聚集的一个社群的时候，我就想用到这个词。火星的话，是因为我的名字里面，因为有很多火，又有火，对我那个名字里面有个何鸿燊的燊。特别高中时候，他们会觉得我有一些想法很怪异，就会觉得我是外星人啊什么的，就觉得我是对，然后就叫我火星人，感觉大家都觉得挺奇怪的，火星马戏团的一个。所以我们那个马戏团是最早成立是在应该最早开始我是在18年开始做的，18年那时候就还没跟伟麦老师合作，一开始是先做的自己的一个微信交流群，因为自己也是喜欢摄影，然后就有交流群，然后就有团购画册啊什么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开始的点。开始了，然后慢慢就开始扩张会员。对。那和伟麦老师的合作是什么时候？我们大概是从20年开始。2020年，就疫情那年。对。是怎么接上的？对，因为那时候我大概是伟麦老师第24个粉丝，然后就在 B 站也是刷到他，感觉讲的特别好，就是应该还是美国人的那一期啊。那我自己的认识呢，就是这类的作品，在描述客观世界的这个基础上，它又充分表达了作者自己对世界的情感和看法。而且这种情感的表达，它是有分寸的，它不是说你对着楼上喊“俺红我想你”这种大抒发，对吧？它是那种具有可琢磨和可以解读的空间，有回味，能够唤起观众的感受。对，然后就觉得特别好了，就跟伟麦老师私信了，说我们有一个社群，邀请他来里面玩然后从那以后就可能是6、7个月吧，就基本跟他每天晚上都有沟通有聊，然后也聊了我想做这么一个社群的一个想法，然后他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打算一起做这个事情。所以是从粉丝变成了合作伙伴。对。现在我们社群总共有多少人？因为我们现在分成了两个不同板块的会员，就一个是火星公社，然后一个是伟麦虚实书友会，然后总的我们现在有3700多人，就是然后火星公社里面有大概现在是600多人是书友会的会员。这两拨人是有重叠的。对，有重叠的，就是等于说是书友会的，它是有赠送火星公社这一个交流社群。对，参加你们的这些就是书友会或者说你们的这些社群的人，大概都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大概都是对生活有一些好奇心、探索心，就一直保持着这种探索欲望的人。我们社群就是年龄，如果从年龄上来分，真的是年长最大的，我了解到应该是72岁的一个老爷爷。对，对，然后还蛮活跃的，所以而且是全国各地的。对，全球各地，对，可能也有外星人。所以你们是个全球书迷会啊，全球书迷。就是或许是我们更专注的是看照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slogan叫改变始于看见，就是这个改变它其实可以想得很大，可能是你人生的改变，也可能是你小小的一点点的这种
摄影创作的改变或者什么什么改变，我们希望是不需要去考虑那么宏观那么大的问题。所以，但是我们觉得，一切的眼界什么，你要先看到再说啊。所以，伟麦老师我们一起设定了这个 slogan，叫改变始于看见。所以我们现在做的火星公社，也希望大家的作品被别人看见。所以你们不光是读这个大师们的这个，对，你们还有这个社群的这个社群的大家在里面分享，互相身边朋友们的这种交流浸泡你今天看到什么书，你在里面分享一下，想做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我们为什么会更想做这种类似 BBS 这种论坛形式，不想再做微信群，因为微信群它是那种瀑布式的，好像我一下就划过了，因为每个人时间节点不可能定在那里。然后我跟伟麦就一直以来就一直在想找一个平台能够搭建类似这种 BBS 形式的。当然，微信群它可以把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嘛，各有好处嘛。微信群它有那种即时性，会氛围一下能够顶起来。那这种 BBS 它就是随缘了，你如果看到你想聊就随时能够，所以它是没有时效性。对，没有太多时效性。这样子。摄影圈其实它内部也细分了很多的这个领域啊，然后有不同的这个肖像、分光是分光，建筑是建筑，然后呢器材是器材，这个很多朋友呢就是聊器材还是很开心，但是呢聊艺术、聊想法、聊创作呢可能会有一些瓶颈，还有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大家你这个平台啊怎么搭建起来，然后促使大家能够在上面就怎么 focus 在就是创作呀、观念啊、思想啊上面，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对，像我们现在是大概分了几个板块吧，就这个火星公社，一个是日常大家可以发图，然后第二个叫做我们的活动广场，里面就放了一些直播，比如说伟麦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观点分享，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拍的一些放书视频，这一部分大家可以随时看，然后就是还有一个火星漫谈，就是我们会邀请社群里面的人以及外面的一些嘉宾来聊一些我们最近关心的一些话题。因为你原来也不是做那个摄影的，对吧？伟麦老师也不是专业出身啊，是为什么会 focus 在摄影书这件事情上面？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摄影书？就是首先我们可能有得益于这一个媒介，就是它是最方便，仅次于展览吧，最方便观看到原作的一个东西，一个媒介。然后其实它在我个人的一个生活中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如果心情不太好了，你翻可能有一些放松，然后有时候想创作的时候没什么灵感，那图片它又不像文字它那个比较难读，然后它又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当然如果最终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事业在做，那它可能就各种机缘巧合了，就也不是刻意就是一直在选择这个事情。对。那么摄影书就是我们的这种摄影画册啊，就是你觉得至少对你来说，在你的这个摄影的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起到一个怎样的一个作用？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开阔眼界，以及看到一些别人的一些东西，有一些什么一些方法吧，就至少是会比去看网上找一些图片那些更来的直接，而且颜色什么的，因为摄影很关键就是色彩，这个摄影书是比较能达到的一个点。那你们进书有说注意进哪些类别的，还是觉得好？还是尽量的保持就是平衡吧，还有这样的书，就是比较意识类的。马戏团呢，它是致力于搭建一个就是一个影像摄影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平台。那这里面呢，这个创作者必不可少。但是呢，创作者他需要表达的话呢，在目前看，他只有这个做展。出书，然后跟画廊签约等这几条路嘛。在这个方面怎么来支持到那个创作者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火星公社一直有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今年我们也帮了一些创作者
然后推荐到了国内的一些正规的出版社。首先我觉得最主要的，如果你想要出版被更多大众层面看到，首先你的作品内容上的要符合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下的规则，就是内容要比较对健康。然后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是有几种方式，一个就是推荐给国内出版社，然后我们也会推荐给海外的一些出版社，然后我们再以引进的方式帮你引进回来做一些销售。海外的一些机构的这些书号费用啊什么的都会相对于低非常多，因为我们也要经过正规的审核，那这一道也是需要你内容是比较不错的。现在有这样的正在做的案例吗？对，现在有大概国内有三本书正在做，估计明年会上市，也是我们身边的小伙伴。那很然后国外的话，现在是有两本书在走，这个流程。就比如说啊，就是因为我们身边接触的还大部分都是爱好者的，就是业余创作者，他不是职业创作者，所以他其实他的这个路径啊，可选择的并不多。因为我知道你在国内如果要出版的自己的作品的话，你必须买书号，然后有自己报销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印刷的这个成本啊，对，这个其实是个很大的负担，除非你真的是有这么个梦想，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小伙伴好像没有想过，哎，有朝一日我可以，就是不是自己去印个10几本发的，是带书号的正规出版物，好像这件事情离我好远。所以你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很方便？对，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比较提倡它正规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而不是更提倡大家自己来印来这个主要是它能够更大的一个面积来扩散你的作品，就是因为你如果自己来印做所谓的自出版，那你可能就是你自己以及你身边朋友在帮你卖一卖，而且还有可能触碰到一些红线。那出版社它旗下是有几千个分销商在帮你在推广，你的东西是能够铺出去的，然后甚至是你是不需要花1分钱，你还能获得版税。对，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板块叫小样片场，就是欢迎大家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分享直播，或者把翻书视频拍给我们，把样书寄给我们都可以。然后我们自己内部的编辑部也有讨论，合适的会往其他地方去推荐给其他的出版社的编辑啊，一些。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独特有个性的艺术家或创作者，能够他的作品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因为有一个点子是，因为现在出版社一些的主要就是能够说得上话的编辑也跟咱们越来越接近了，因为年龄也到了嘛，就是对他看到的东西也不是像以往的那样，他会也很想推荐一些年轻人的作品，也想把一些更新鲜的血液铺到这个市场上来，对，所以就是我们之前也接触了好几个，就都是一拍即合，然后就推荐了几个，挺好的。就是其实出版是一个对自己的创作来说是一种肯定，对，也是一种成果吧，对，这个还是蛮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你们在做一件蛮有功德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是做图书销售，然后也能跟各个部门能够联系得上，然后又觉得这个事情也是大家创作者也很需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对你只有通过这个，你的作品才能被更多的看见，对，然后你说的改变始于看见，然后你的这个视野又是代表大多数当下人的一个视角，所以或者是我们认可的视角，所以又可以改变更多的别人。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国内的这个出版其实还是挺严格的，不是什么都能出的啊，所以这当中是有出版社和你们这边会有反复的这个沟通和交流。我跟伟曼老师我们一直在想的一个点子是，规则是在这里，但既然规则这里面，那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创作跟表达，我们也不一定要去越界，要去做一些这些事情，我们就在规则里面做一些创作。然后出版社这边是这样，我们主要就是推荐比较我们认同的作品，然后其他的就是他们去审校，
是不是符合艺术性啊？有没有一些违规啊？这些是他们来做审查，因为标准是他们那边在执行。我们主要做的就是一个我们认同的一个观点的表达，然后被打回来怎么样，那是另外的办法。那前阵子就是各个地方他经常会搞那个艺术书展，你们都有参加吗？我们历史以来只参加过一次书展，就是我跟伟麦老师，我们就在厦门参加了过一次不熟书展。我们自己的观点吧，就是书展好多，但是参加书展跟看书展好像都是同一波人。我到不同城市，哎，又是这个摊主，哎，然后看展的人怎么也是你，就是有一帮人就好像天天跟着书展跑。是。对，后来我们也就参加了几次，就没怎么再参加。但是我最近看有几个书展，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就是那个做书他们做的一个书展，他们是邀请官方出版社一些正规出版社来做的书展，这个书展就我觉得就蛮好，就像国外的巴黎书展、伦敦书展这些，是一些比较有权威性话语权的，它就不更像是一个市集的感觉。对。我会比较喜欢这种书展。那你们有没有考虑，比如说像那个国内像吴相他们，像倪良那边在做，他自己就把编辑的这件事情拿过来来操作。就是伟麦老师他之前大家也知道，他也有做214的那本书的编辑，假寐的狗，然后有机会可能会做到这一部分，但是因为现在伟麦老师一个人的时间又被书友会割掉了2/3，然后日常火星公社他要选片啊什么的，对，所以他自己的精力也要进行调整就我们现在培养的那个编辑团队，其实就是为了未来如果有人需要这个，我们可以有一些流程能够辅助，比如说编辑做一些初级的一些编排，伟麦老师在进行参与这样的事情。我相信这样的这个出版需求其实在社群在这个圈子里面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多的。对。那你不光是就是有可能很多人他的作品暂时出不了一本书，但是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作品先做一些输出，所以你们也在做输出嘛？对，所以我们输出就是这个意思。对，就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照片还是要拿在手里看这个完全很不感觉。我们做输出就是因为就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可能帮大家来印那么多所谓的自出版书然后其二就是单张照片大家的这个创作难度没那么大，你一年挑个2张3张你最满意的作品来打出来，那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每个人肯定都会能选得出来。对啊，然后你可以比如说可以扩展到比如说笔记本包包那个挂历对各种产品上面去，所以影像其实它是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的，这个事情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蛮好。这个我觉得最经常被人问起来的就是这两张图。问了连个人就吧。那个鞋对，那个就那个楼梯和那双鞋。那我顺便问一下，就我们社群的这些社员们，他们除了看书之外，他们还创作吗？创作，这个就是我们社群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个人吧，因为我前面也聊到了我为什么会做社群什么的，因为我自己之前是做建筑做景观设计的，然后我就还是很喜欢做一个围绕人来做营造的一个事情，所以社群相当于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营造，然后我就很想把我们社群做成一个比较可持续的一个生态系统，就是大家从我们这边获取了一些推荐的书籍，看了有一些灵感，然后产生一些创作，然后我们未来希望能帮大家的这些创作进行一些变现转换，你能够继续的再来创作，也那个持续的精进吧，就是我们就未来是想做这么一套这个系统，就现在我们也慢慢在做，因为我们今年也开了微喷未来我们可能会做一些跟企业合作、产品联名，把一些图片
给他推荐出去，然后以及也会做一些摄影师的驻地推荐啊，一些赛事推荐啊，让大家能够在这里面有所收获，就是很简单的，你能够把你的爱好进行变现转换，对，说比较功利一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用的，对，所以我其实一开始，就是参加到我们社群的时候呢，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读书会，对不对？然后因为维曼老师也是一直在翻书嘛，后来发现说哦，原来以它为基础，你们可以再做更多的事情，在做整个影像文化和创作者的这个陪伴这样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蛮好的。这就是一个社群的一个社交群体吧，或者说我所谓的那个社群需要一个文化支柱、文化中心，所以我们就希望以韦麦老师的这种解读画册，带你怎么去观看内容、观看图片，然后甚至去解读你日常看到的一些事情，然后从而来改变一些心态啊。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提倡大家不要那么卷啊，就是从实际行动、实际观看，为什么不那么卷？卷了有没有什么意义在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一直想把火星马戏团这个社群破圈，也尝试了好多次，就是它不局限于摄影，摄影只是我们的一个观察方法。我们也很希望，比如之前我们也邀请了做心理学的朋友进来跟大家聊，就是心理学的一些方法，然后人类学的朋友然后之后还有一些深度搞音乐的会进来聊，就是我们是希望马戏团是你能通过摄影来表达，但是你吸取的方法你可以有种种。没错，而且用这种更多的方法来充实你的这个创作手法，我觉得这个很有价值。对，它其实跟那个能格迪是一样的，都是拍这些群体，然后它比能格迪还早很多，所以它算鼻祖，拉鲁克莱特。未来你刚才说了啊，我们想做一些更扩展性的东西有具体的计划吗？我们现在的一个整个公司的一个架构就是有包括书店，就火星马戏团，然后社群是书友会，然后以及火星公社，然后再下去一个就是创作者的一个分享平台，就是传播平台吧，就我们的一个小样片场啊这样的，然后还有火星公社内刊，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的传播这一块，就是自媒体平台，就包括韦麦老师的这个自媒体，大家也在一直呼吁能不能重启，我们也在做一些努力，然后希望这个能够重启然后还有一个板块就是我们接下来是比较想做的就是旅行这一块的一个板块，因为大家如果关注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年发起了2次山西的旅行，这一块是我们未来想要涉及的一块。对，就刚才你提到啊，就是也替大家关心韦麦老师的观众问一句啊，就是韦麦老师为什么突然就停更了？就是因为大部分的精力放到了书友会，因为书友会现在一期要有3个小时，比较长，比之前内容长。3个小时。对。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有发现，因为我有些朋友也会给我反映，3个小时呢盯在那里看，比看部电影还久，还这么枯燥，那是有多热爱啊？对。然后后来我们也反思，因为我们当时想法是，这个档栏目嘛，就书友会是聚集更加深度的、成熟的创作者，就是你有一定的拍摄经验的人，你想要关注这个，我们就一起来花，1个月花3个小时来关注。但是到现在我们也不断发现，就是大家可能时间被冲得比较零碎，那所以这一档节目它就效果没有我们之前想的那么的理想，它不可能比较持续的走下去，那有可能我们这个书友会可能会在明年就会暂停掉，然后或许复更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也在想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啊，比如说一些品牌的合作，一些赞助来维持的这个栏目继续持续下去。对，因为整个社会经济下行期啊，就是大家的这个
消费呢也在降级。那像文化精神消费，特别是像摄影这种东西呢，它本来就是怎么说呢，锦上添花的东西，它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它不是刚需。但是你说没有吧，又很可惜。所以呢，这也取决于我们的书友们，我们的观众们，大家怎么来去看待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如何在艰难的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下，我们还能够保持一些精神方面的追求，文化方面的这个追求，然后来努力做一些自我的这个表达，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其实呢，我也是一直想说，还是要鼓励的。所以像咱们马戏团这样的一直在坚持做这个影像文化传播的这么一些平台呀、机构啊，其实还是需要大家的共同的这个维护和支持，而不是靠我们团长一个人啊。这个还是要呼吁一下，还是要呼吁一下，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一起要努力。然后呢，就是共享一些就是比较。可以做的这些事情，那会比较开心一点啊。就是我们马戏团的最大的一个愿景是什么？最大的愿景可能就是我前面有说，我们想要打造的这一个之前是叫阅读生态系统，阅读生态系统。对，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阅读吧，就是这阅读可能不是看书，反正就是你的一个文化生活方式的一个系统，就是你能在里面获得一些滋养，然后你又能够去上播你的内容，让别人滋养，然后你又能获得一些利益来持续的让你保持这个热爱。哇，对，这是对，这是一个就是愿景。很大的愿景，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走蛮长的一个路啊。还有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马戏团还是最好能够破圈。能够破圈，能够从影像、从摄影的这个比较小众的这个狭窄的这个领域，突破到比如说到文化的更大的一个层面上去讨论。我是一直在观察和默默的关注文渊老师以及我们团长这边的一些工作。当然我不好意思，我是长期潜水啊，但是我一直在观察他们。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这次要到厦门来跟团长要聊这件事情呢？就是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呢，已经做出了一定的这个成绩，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是要就尽量可能的达成你的这个愿景。对，就可能放弃还是蛮可惜的。好，那我就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团长接受我的这个采访啊。我们希望也是看到马戏团在今后的发展路上事业越来越红火，然后会员越来越多，对吧？尽量出圈，然后成为我们摄影圈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文化品牌和文化标志。可不可以啊？好，今天的采访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拜拜。大家好，我就是他们前面提到的伟麦。先要谢谢小云同学对我们的采访。很遗憾我人不在厦门，所以只能通过这个远程的方式跟大家打个招呼。我跟团长一起打理我们的火星马戏团艺术书店，包括旗下的叙事书友会还有火星公社。想想这都4、5年了吧，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不管是在我们书店购买图书的朋友，还是我们的付费的社群的成员，有了各位的关照，我们这种独立的小众的文化机构才有可能坚持下来。我们当然也很想发家致富啊，但是更想在有效的经营和价值底线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当然我们肯定也存在能力和经验上的不足哈，那么就在摸索中继续前进吧。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直都在尽力给大家提供更多层次的服务。比如我们现在有了图书销售，我们有了高质量的图像微喷，硬核的有点严肃的叙事书友会，还有比较轻松的火星公社啊，是一个类似于交流论坛的这么一个地方。未来呢，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这些服务板块吧，跟大家互通有无，一起成长。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小远同学，回见。